好来，这个不是 Part 3啊，各位，做一个简单的视频，教大家怎么去下山。因为曾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在下面留言，我下山的时候该用什么档位，上山该用什么档位，我可以不可以用这 D 啊下完山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危险的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这个视频呢会教大家怎么下山。嗨，大家好，又是 Ed， 爱的人不是一个测评，只是 POV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教大家怎么去下山。如果我现在是下山的话，我放了底啊，不管你是 AT 还是 CVT 都好，你看到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嘛？看到吧？因为它转速还在1500转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各位放去 M， 然后你放2档 E 就不要了 ，E 就比较慢啊。所以你看我现在2号牙是不是？它把我的转速拉到2500。你看还会一次比较高的转，当然会 AT 会比较好一点啦。如果你是 CVT 的话，不断变速箱嘛，它就没有一个牙。下山的话 ，RPM 越高的话，它会做一个 engine brake， 你不用用太多的这个 braking。当你前面开始你 brake 很爽，是不是？哦，有 brake 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你下到完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你的 brake 不吃了，因为你的 brake 皮太热。下山是建议用低档，所以你们会看到云顶这边是没有时速限制的。不过你会经常看到下山有一个牌，那边写什么呢？Sila gunakan gear rendah，因为就是要用你低档，然后让你拖着牙。你看我现在是不踩油的，我也没有踩 brake 哦，我只是这样子，它把我的速度维持在40-50这样子。你看多么的好，这个叫做 engine brake 啊，要过半的时候我才来踩 brake。换是我回去低，你们看你们注意看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的。你看我没有踩油啊，我的速度你看越来越快越来越快60了，我要踩 brake， 踩 brake 过完。还有一点如果你们看过下山的朋友有没有看过他们的 brake 灯一直在着着的我还是用回 manual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下山的人一直踩 brake all the way 下到半山的那种就危险了。你会看到他的 brake 开始冒烟，过热，刹到最后没有 brake 怎么办？去撞东西咯。下山就是要用低速牙，不是用低就对了。没有 pedal shift 的朋友，你可以推去加减，不然你就是D321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推去2咯。那如果只有 L 就要用 L 罢了咯。什么叫 L？Low gear 嘛，让他自己 CVT 自己做判断了咯。所以过弯的时候呢，我是尽量垫一点点 brake 弯的时候我才来踩。然后过完就放了之后我就不踩油了，也让它自己这样子慢慢滑下去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不要让它的 brake 一直有负担，你一直踩，然后它会过热。下到去的时候你就没有 brake 的话，你就危险。上山方面的话，我也是会用 pedal shift， 其实用低是没有问题的啦，上山。不过以我这种稍微需要动力一点的人呢，我都会用 pedal shift 或者是自己换牙来维持在4000转以上，因为我们这种 NA 车没有 turbo 嘛。如果你在2000转以下的话是没有力的，你必须要踩到过4000的这个转速。我个人驾车呢，我是不看时速表的，我是看转速表的，尤其是在山路的时候。如果你们之前考车有驾美诺的有没有？你都是看着什么转速换牙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的 brake 是不是一直踩着下的？千万不要看到吗？各位，中文写什么？换低速牙 ，gunakan gear rendah。gear rendah 就是1跟2、3，这个叫 gear rendah 到4。其实我不用用到4啦，2跟3已经很够用了，在这个下山。你看嘛，2号牙它是帮我的速度维持在那边的。如果放低的话就够力了。你看，我的速度会慢慢跟着斜坡。You see that？ 60，差不多到60了。看吧，越斜的话它越快我的转速1000我闻到一个很重的 brake pad 不懂是谁一直在那边踩 brake， 哇！我以为是谁在笑，原来是猴子。踩一点 brake， 然后再踩一点 brake， 这里过后就没有半秒的啦，是我们可以起飞的时候了。太热。对了，刚才有2个同说，这一些车通常过了无人低档的会遭 CVT 过了。对，会遭 CVT 过了。踩一点 brake。我的 brake pad 一点点至少没有 overheat， 我的 brake 还有反应的。我们的好像不是应该不是我们的，因为我没有什么踩 brake， 除非你的 brake pad 还很新我对它 Forester 行李架是可以用的。我们的轮胎一点点就焦了。
看啊，这种一直踩 brake 下山的就危险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影片呢是专注于下山的哈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看我们Subaru影片上山的话呢，请点击右上角去看哈，右上角哈，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 Part 2的影片哈。这个影片就到此了哈，记得下山用低速牙就对了，各位哈，我就分享给你们知道一下，下山应该要用什么。你反正用低速牙的话，对于我们的牙箱没有吃亏的，因为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我一直换在2号牙会不会伤牙箱啦？不用想这样多，反正你的只有 ECU 的，就算你踩到红线的话，它都会自动换牙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啊，会伤牙箱这样子。它是有脑的，现在的车它不是美诺啊，美诺如果我们不换牙就伤牙箱了，去到红线然后爆 engine 爆啊，牙箱爆。OK 了，这个下山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希望你这个影片可以得到一些小小的资讯呢，不敢说教，是敢说分享给大家知道。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，Goodbye，谢谢你。